高婶儿，高叔，高婶儿，这是老高的吗？谁呀？高婶儿，他说我。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哎呦我天，快坐那，快坐那！哎，俺搬到这儿来，村里你是头一个来的。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看，啊，带啥好东西了？带啥了？好东西，啥呀？全是好的，看看。哎呀妈呀，头茶菜！呀！我跟你说呀，就这些东西搁这里可新鲜了，是不是啊？老头子，盒都没舍得吃。来人了！你看谁来了？高叔，高叔，哎呀，来了，好啊！哎，咋好啊？这点儿显得好啊，大晌午头子，中，来，让喝点水。炒俩菜，喝两盅呗。行，大喝点。爷俩好久没喝了。高叔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不一样了。那你看楼上楼下是吧？电灯、电话太阔了吧？能扩哪儿去？就把这上屋下屋那个摞一块儿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行了，啊，得便宜卖乖的。我跟你说呀，没我家老大，你说就他，我这辈子，我下辈子我都住不了这楼啊！别住不上，可拉倒吧！哎呀，对，忘个大事儿。来，有你家用信，那你上村里了，是吧？哪儿来的？杭州什么桥？我剑桥啊！哎呀快你！不对，这是我的大号，可是笔体不是老大的。哎呀，你快念吧，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呢？你看，不是这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允许我这样念错了。就这么写的呀？不是，那你这老大这咋还转上了？你说呀？这还请允许我，这谁跟谁呀？你快念来。不，您往下听啊！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我和高志航在4大队营区操场上举行了婚礼。不是，证婚人是空军上将周志柔。什么？我看看。不是，你识字咋的呀？那你念。妈呀，你不这，你看这仨字儿，叶荣然。叶永远，你看别说，真让你蒙上了。啥蒙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就是拿着那个草棍儿倒是圈那丫头。你说咱老大多能耐，到底给整到手了，你说呀？感情是我儿子啊。不是怎么的，高婶儿又娶个二房啊？是。啊，不是，那啥，那不是那个，哎呀，这事儿说出来，你得怕人笑话。村里人谁也不知道，反正你也不是外人啊。哎，快说。就是前面那葛丽尔啊。哎呀，让这个王八犊子老大呀给甩了。别胡咧咧了。那叫甩啊？不是，那叫甩吗？不是咋回事啊？你给评评理。空军现在啊有个死规矩啊，说你要想当飞行员就不能娶那个外国老婆。对，这是要么你离婚啊，要么你下飞机。你看啊，这是花名册上就把你大号抠去。就是我们家老大，不就是说要打这个小鬼子吗？就只为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明白吧你？是啊，明白了。这不明白。不是咋还没明白呢？你说呀？叔，你俩别不爱听这话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说老大吧，张罗打鬼子，对呀，张罗多少年了？是那当然了，是不是啊？天天喊着我打鬼子，对，打了吗？这么多年一个也没打呀。不是，他不是，不是这事儿，反正也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对不对？我吧，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嘛？我刚从南京回来，以前呢我也这么窝囊，俺家老大了。那我这回我一看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屈着俺们家老大了。
你可不？对不上啊，那跟咱村儿不一样。村儿里你说打群架，那说上呼嚓家伙都上去了，对啊，是吧？对不上不行啊，那不对上，那得有头儿，你是吧？你这样老大他，听，往下听啊。子恒让我转告二老，他就要杀回东北了。妈呀，看着你看，妈呀，回来呀了，打回来了杀回东北啊，这好，啊！打回来。耶，大哦，孙子咋的了，大孙女咋的啊？放小了啊？跟奶奶说干啥？干啥？啊？啊，那啥饿了是吧？哎呀，来奶奶呀，奶奶给做鸡蛋糕，跟奶吃饭去。哎呦，宝贝儿哦，慢点哦，快来哟，奶奶给做鸡蛋糕了。高爽，啊，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！唰唰的，一晃5、6年过去了。是，这老大爷真能捯饬，学了光机的，还能当上大队长，太尿性了，我觉得。不是？你这人子怎么样？我，呀，你这烟点的挺溜啊，天天练呢？哎呀，叔，那个咱村的人都在我背后吐吐嘛，吵我，然后那帮小孩都在我背后都喊二鬼子。再这么下去，我光棍一辈子。那是。哎，不是，那什么，你婶子那可是热心肠人啊！前些日子啊，给你看好了一个闺娘，什么都挑不出，就有点口条不利索。哑巴呀？哑巴倒好了，他不算哑巴，他半语子。行啊，高叔，我这样我不嫌乎。你不嫌乎，人家嫌乎，那跟你婶儿那这顿比划那玩意儿，比划啥呀？这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是那个小鬼子三孙子，人死活不干那丫头。不是说你知道我呀？不是，但是再咋的，我也不能给小鬼子当三孙子呀，是不是说？孩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这啥话呀？说的这是不是？我看呢，如今晚这中国人吧，什么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啊都没有波罗盖，见谁给谁磕头，见皇上磕头，这见着这个皇军也一样的这。说你拿话点的我呢吧？你这真不算啥，就是啊，就给小鬼子做几顿饭呢。对呀，你说我也没招啊，对不对？我要有招，我能干这个吗？是，你说我在村公所打杂，那村长就跟我说了，说大老刘啊，苟活，你就得像狗似的活着。你说这我他妈就不乐意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给小鬼子做饭，对吧？对啊。哎，这是摊派，你没辙啊。长鞋呢？长鞋呢？啊！我亲眼见你在那村公所啊，长了一只又一只，长了一只又一只，嘴里还一个劲儿嗨啊嗨！你他妈不嗨，你他妈死啊你啊！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膈应的就是他妈整天跟小鬼子订婚，那么摇头尾巴晃的那玩意儿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说你啥意思呀？你这啥意思？我晃什么尾巴？那我狗吧？狗？那是你个人说的，明白？哎，那是你个人说的。告诉你咋这样呢？啊，咋的呢？这玩意儿，我这大白菜啥？我看你，我怎么就狗？我不是，这一码是一码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说你说你这孩子，你那不话赶话吗？你喝两盅再走呗。不说你那是话赶话吗？你那不埋汰我呢吗？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不是啊？哎，不是，这咋走了呢？不是，你这孩子好赖不知啊你啊！哎，啊，人咋走了呢？让我给说毛了。我说他整天跟小鬼子订后，摇头尾巴晃。你说你嘴欠不欠？人打小跟老大是哥们儿，你说人大老远送菜了，你把人撵走了。这是一码是一码啊！我这辈子烦的就是整天跟小鬼子订后，那摇头尾巴晃那玩意儿。哎呀，小点声了。我怕谁呀我？
明天凌晨4时机群升空，由我来做领航机，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禁止用无线电通话。那我们怎么联系啊？用事先安排好的灯光信号。明白。老高，南京来电了，说今天夜里29路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分东西两路向密云的鬼子合围，说这是刑天计划的一部分。冯玉祥说能不能灭掉日本鬼子，就看咱们能不能打掉连山机场了。都听见了，就看咱们了啊！原地起立。第一次看见长官穿飞行服。哦，我穿上这身衣服，有一种带着你们冲锋陷阵的感觉。坐，坐下。你继续说吧。是。下面说航线。我们的机群先飞抵大洼上空，然后向左往西，沿着渤海海岸线飞抵小凌河河口的崔屯，完了右转往北，直奔连山，再直飞连山的。我给了你3条航线啊，你却给我选了一条最悲剧的，也是最隐蔽的。因为渤海海岸线和小凌河两岸都是偏僻的村庄，通讯极为落后，即便有人发现机群，也无法用电报或者电话向锦州方向报告。再有，小凌河夏季水位线偏高，经阳光照射以后会形成大的光斑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标。我们的机群利用这个地标不容易跑偏。再者，我们的飞机是由东往西开，是顺光，可以仔细地搜索地面目标。日本人看我们呢，那就是逆光，无法判定机群的准确位置。报告完毕。高志航，我不能不说了，你让我想起了马谡。请长官放心，如果行动失败，您不用挥泪斩马谡，我自己提出来行。报告长官，还有件事儿。连山离锦州不远，我想打完连山之后绕到锦州。那有日本关东军的临时司令部，它的地标就在我的地图上。刑天计划里面没有这个，所以我向您请示，王司令。据我所知，那的防空力量很强，至少有50挺高射机枪。所以我想赌一把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可以震动整个东京。你应该去炸东京，这样可以震惊世界。还笑？刑天计划是委员长亲自签署的，别说我了，连你们周主任都不敢动。我们现在是遏制日本人侵华的脚步，你这样做要把日本人逼疯的。日本人还不够疯吗？还没有，要不然南京不会打和谈的主意。你说什么？还要和谈？委员长从来没有放弃过和谈。走吧。我的衣服！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捡一下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真笨！给我。哎，
还没谢谢我呢。我不是就对你笑了吗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，哎，哎，哎！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，姑娘，站住！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。你想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，你家在哪儿？就在前面。现在坏人挺多的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不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真的，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啥没干你什么事儿？哎哎哎，你不能跑，你一跑我就成坏人了。你以为你是好人啊？哎，你回来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听好了，不许喊，不许动，要不然他会走火。说了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我都说了不许动。你能把手拿开吗？我是说，你能把手拿开吗？叔叔，你放了我吧。我有那么老吗？大哥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妈病了，我还要回去照顾她。我要去玩命了，你能明白吗？你多大了？应该上大学了吧？这些钱你拿去给你妈看病。全都在这儿了，对不起。
又是，不错。那年的夏天，9岁的高立良偶然听到了父亲和2个女人的故事，他懵了。他或许意识到，那个叫葛丽儿的女人，也许从此再也见不到了。李春英告诉高立良，是日本人把你爹妈搅散的。高立良理不清这其中的逻辑关系，可是他相信了奶奶，仇恨的种子就是这样埋下的。17岁那年，他参加了林彪的4爷，理由是这支部队曾经在平型关打过鬼子，谁打鬼子我就跟谁走，这就是他的逻辑。老头子，老头，你说你小瘪犊子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没长耳朵你啊？得，别跟孩子疯了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到处乱跑，你看着我不告诉你爸的。妈，我要去南京。上南京干啥呀？这楼装不下你了。我去南京，我想我爸。想你爸？哎呀，上南京也得挑个时候。你爸现在呀，顾不上你了。他不顾我，顾谁？顾那个姓叶的吗？哪个姓叶的呀？哎呀，他现在谁也顾不上了，孩子啊，他忙活日本人呢啊！那啥，吃饭吧，快去。那对，洗手，咱们吃饭。洗手去。哎呀妈呀！报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报告大队长，全体集合完毕，缺席1人。谁啊？吴海文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入列。是。上去。报告。队长，这一次的任务能不能顺利完成，关系到我们4大队的声誉。胜了，咋都好处；要是败了，咱们谁都没脸回南京。出发之前，我特别声明一点：从今天开始，4大队可以全体阵亡，但是不能有1个俘虏。我腰里这把枪，永远有1发子弹是留给我自己的，希望你们也是一样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吴海文。啥玩意儿？沈一奇，走。把我的特别声明重复一遍。是，4大队可以全体阵亡，但是不能有1个俘虏。报告长官，我可以不当俘虏，可是我也不想阵亡。你说什么？报告长官，我不能跟你比，你已经连胡好几把了，可是我连胡都没听啊！这笑什么？本来就是。入列。这。曹克强到，戴瑞华到，李正国到，肖征到，吴海文到，刘翠刚到，沈以奇到。点到名字留下，其余人解散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这一次的行动，你们每个人的飞机装弹要满负荷。突袭完连山之后，要确保自己的飞机还有1/3的弹药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。请问长官，我们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哪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别那么多废话。解散，准备出发。
知道高志航在想什么。从奉天逃出7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以战士的名义驾机扑向日本人。格里尔，你现在好吗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你和飞机之间选择了后者，是想着有一天能驾机统载东洋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可以告慰我自己，我当初的选择或许是对的。否则，你和力量、柔良会成为我心中这个火开的结，我终身都不能饶恕我自己。兄弟们，高度2000，10点钟方向，准备攻击。立马收到。11点方向，攻击。2205明白。
打开加力装置。中国は平和と統一を求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、突然盧溝橋事変が起こりました。国民は奮闘し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、世界世論にも強い影響を与えています。その事変は中国存亡の問題だけでなく、全世界人類の平和に関わっています。やめろ。そんな孤独の言うことは私聞きたくて、重要なことを選んで喋ってくれ。はい。大事なのは次です。もし開戦すれば、南北を問わず、年齢を問わず、誰にでも交戦する義務があります。すべてを犠牲にする覚悟を持つべきです。あれは名声取るのために。共産党の方はどう言ったですか？共産党の電報によると、まずは中国国民の交戦が中国の唯一の勝利の道です。将軍も国境が連勝できると思うですか？私の情報によると、西安事変が起こって以来、延安での宣伝資料にはファンジャンという文字がありません。あれはすべて口言うだけですよ。私からシナ人の領海に対して、内藤はその名族の悪の勲章だ。あるいは頑固な病気でどうようにも助かりようはない。紹介式は共産党に指揮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その地方の軍閥も指揮することも同じできない。シナは一つ皿の砂とみたい巨大な弱いの巨人ですよ。これはシナのすべての人物のことですよ。大日本帝国はよほどここまで見えると、そんな巨大なものと開戦する度胸はないじゃんですか。将軍のご存知の通りで、私は私のおじいさんやお父さんともともとは商売人です。私も早くその戦争を終わらせて元の本所に戻れと思いますが、でもその新日がもう近づいたですよ。もし北京と天津を占領して、シナの主なの師団を北上に引っ張って、その後家福の決戦、決勝、私いるのは決勝なんだよ。私言ったの意味がみんなわかるか？
私というのはシナに全滅すると3ヶ月だけですよ。それは私の傲慢じゃなくて今国際的な教室なんですよ。アメリカの中華武官シレビ将軍もそう思った。司令官、連山空港は飛行機に襲撃され、ほとんどの人は殉職しました。それは不可能だ。電話中断されました。参謀からの最後の電報です。おい、ちょっと。おい、陸軍本部に報告しろや。とだけ言って私の主食だ。バカ野郎。これはただ一時のことだろう。関東軍は覚悟の決戦を用意をしました。その近いうちに米兵と天使を攻めるんだ。报告毛司令，我们轰炸连山之后，绕到锦州，轰炸了关东军司令部，织田显吉应该被活埋了。你向我请功？我只是如实汇报。告诉你，你本来可以得一枚勋章。可你目无长官，无视军纪，擅自行动。南军要是折会下来，你第一个倒霉。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如果咬高有罪的话，那我没有罪，我也有罪，你把我也抓起来，把我关起来，把我关起来，怎么了？把我们也抓起来！别吵了，想谋反吗？带去。解散！哎，大家回头洗漱一下啊！等一下，饭堂为大家准备了秋红酒。走吧。我。李阳，心情不错啊，还唱上了，挺好，胳膊腿都还在。毛司令让我来探望探望你，说那个不管怎么说，
这个没功劳还有苦劳吧？别跟我扯这个啊！你要想哄我呢，就换点别的，行不行？小样，你没待够是不是？搁哪？来吃点东西。哎呀，来吃点东西。快快。来，给长官倒酒啊！一点眼见没有？我没你那本事，见谁哄谁，哄谁谁开心。不哄行吗？哪个不能哄？一个是司令，一个队长，哪个不得哄？行了行了，少来啊！我用不着你哄。哎，放个屁都得崩死！拉倒吧你！我知道，你是我爹行不？啊，我求求你了啊，你就服个软行不行？那许峥死在他手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？你说这个可得有根据啊！需要啥根据？这不需要根据，知道吧？时变事变，我和许峥不一样，现在抗日已经不算罪了。你这是抗命，知不知道？那你咋不早说呢？我没跟你说过。啊，在罗马的时候我没提醒过你啊？你听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还真得感谢许峥。许峥，你别打岔，你把话说明白了。还用我说明白吗？你心里早就明白。你是说许峥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姓毛的就不用提防我，是这意思吗？你心里明白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你俩说话我咋一句没听懂？我说这不需要你懂啊，我俩说话不许传出去半句。桂东，就为连山这事儿，你觉得姓毛的能一枪把我给崩了吗？来，走一个。要真是那样，这顿饭就是老子最后一顿饭，吃完好上路。反正我遗嘱写好了。他敢，哥几个都在这儿呢。我跟你说，恕我直言，毛已经发电报给南京了。如果老头子和蒋夫人要怪罪下来，你就成了替罪羊。毛提前把你关在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为了这事儿。那要是委员长和蒋夫人拍手叫好呢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那就要看你运气了。我这个人运气一向很好。你不知道，我有3条命，先前用过1条，现在还剩2条。这次把我崩了，老子还有1条命。你3头6臂啊你啊！嘿嘿，来，什么样？来，给我听了一头雾水。进来。李处长，这么晚了，想必有要事吧？这是委员长的手谕。昨晚他接到电报，激动得半宿没睡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战况，我想他应该知道。也有他没想到的，包括你我。什么？在这之前，我们破获了关东军发往国内的一份密电，说关东军司令部受到重创，大部分高级军官殉难。可惜的是，让织田谦吉给漏网了。委员长说，自918起，我蒋某人的腰杆一直是弯着的，现在总算可以挺直腰杆跟国人说话了。李处长，不瞒你说，这个战况我知道。哦？怎么没报我？不是没报，是缓报。轰炸锦州曾经在刑天计划之内，可最后委员长还是勾掉了。就为这个，我和毛司令一直以为委员长会怪罪空军，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，倒还相反，让我们重奖高志航的4大队。是吗？
那应该赶制一批勋章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秘书长，其中一枚就以您的名字命名。美龄勋章。是的，而且要列为勋章最高一级，只有战功卓著者，方可得此殊荣。太招摇了吧？不能这么说，秘书长。自西安事变，您名声日隆，您捐名字，相当于将士为国捐躯，这是大爱啊！你这个周志柔啊，这说出话来，让我想拒绝也难哈。这么说，您同意了？勋奖法要经过行政院、中常委讨论的，那太过招摇了，外人会说我夫人干政。好，就听您的。顺便追问一句，高志航他们什么时候召回？那要看委员长最后的决心了。中日之间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是绕不过去的了。日本人心急得很，提出3个月亡华，委员长也需要这么一场大决战，以此昭示抗日之决心，把全国民众的精气神给吊起来。据我观察，日本人想在华北决战。不错，周主任的观察是对的。既没预约，也没敲门，夫人不会怪罪吧？哪里呀？你现在是国防部长了，我这个秘书长，应当说是荣幸啊。来，请坐。好。请留步，径直就像谈你刚才的话题，没有丝毫忌讳。坐。我刚从委员长那儿来，他不听我的劝告，命令张治中的87、88两个精锐师紧急待命，随时准备开往上海，还要拨去100万，全部用于防务。这么说，委员长想在上海和日本人决战？这正是我担心的。上海乃中央军的地盘，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，离南京仅有几步之遥，这个赌注未免太大了。真要是打败了，党国的老本将全部失光，到那个时候，看笑话的不光是共产党，还有地方实力派，所以还请夫人婉言相劝。贺部长高看我了吧？我一个夫人之见，上不了台面。径直看重的是党国利益，夫人不必计较前嫌。时局走到这一步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就直言了，我是赞同委员长的。夫人，请讲。在华北开战，是日本人的谋划。华北日军的战斗序列已经形成。照委员长的说法，华北连着东北，东北连着朝鲜，朝鲜和日本就一海之隔，这就等于连成了片，兵员和后勤补给都非常便利的。在我就不是了，南京到华北相距千里，指挥鞭长莫及，给养补给都相当的困难，更不用说北方是冯玉祥、是阎锡山、韩复榘的地盘。这些人对委员长又一直心存疑虑，如果真的在华北打起仗来，他们一定会认为委员长是借日本人的刀来灭地方势力。都这么想，这仗可怎么打？夫
夫人此话不是没有道理，只是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再说你的地盘，我的地盘，中国都给地盘给害了。如果我的理解没错，委员长把决战的战场选在了上海，就是要给地方势力拍一个样子看。你们不是说上海是我的地盘吗？我就在上海打，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。这应该是其一。其二，上海名气大，各国租界都在上海。战端一开，全世界的眼睛都会睁大着看着上海，这等于搭着个台子，让全世界在看戏。西方人不是说，我们中国人这次最多能挺3个月，我就打给你看。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。如果有其3的话，就是做给共产党看。没错，共产党嘴上说在拥护委员长做抗日的领袖，心里可是不服的。我们一定要打几个漂亮仗。就算委员长的决策是对的，日本人会让我们牵着走吗？看形势发展吧。好在日本的海军省也想在上海开战。前天晚上，他的出云号航母已经开入了黄浦江。据说，日本的内阁也在内讧。日本海将也不想让陆军来主导这场侵略战争。7个月前，委员长还坚持让外必先安内，如今共产党被我们收编为抗日第8路军了。这于抗日自然是好事，于党国呢？敬之告辞。集结重兵，北平危在旦夕了。何事ですか？大事だ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我々が情報に出すことに失敗した。連山飛行場と新州の司令部が夜間の空砲にやられた。まさか。間違いあるはずがない。官邸、お前は李海源を使って高知藩の計画を知れ。はい。高队长，毛司令来看你来了。高大队长，你受委屈了。经过我好一番斡旋，总算说服南京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感谢毛司令的大恩大德。在我强烈的举荐下，南京决定授予你保定勋章1枚。本人受宠若惊。这不是我要听的。那我要说恩同再造，肉麻。不肉麻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服从上司是第一位的，是长官，是亲生父母。那我给您认个错。长官的话，支行谨记。这样，你呢，好好梳洗梳洗，换换衣服。周主任要亲自召见你。是。还有，周主任可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哦。放心，我啥都不会说。晓得就好。咋的？没带够啊？啊？别耷拉个脸啊，好像欠钱似的。你这张脸我都看够了。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你的长官，啊！作为军人，服从上司是第一，要把长官视为亲生父母。学得挺快啊！小迪，
叫爹。我。报告，进来。高志航啊，功臣呐！新天计划成功，让蒋委员长可是2夜都没睡好啊！我这次来啊，一是劳军，二是整治军纪，准备迎接大战。最重要的是第3个问题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日本人扬言，王华只需3个月，而中国空军最多能挺过15天。哼！你认同这种说法？我想说哀兵必胜，可是这话我说不起。我知道我们中国空军的家底，带翅膀的都算上，也就是300几架，其中50几架是老弱病残。可是日本人光战斗机就是2800多架，实力相差太悬殊了。这是现实啊，只能面对。可是外界盛传，委员长这几年拨给空军的款，足够买500架飞机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不是下官想说什么，是很多人想知道这笔钱去哪儿了。这件事不该你问。那您总该问问我去法国军购的事儿吧？好，看来你是有话要说，是吗？看你有没有时间。我没时间。今天下午，我和毛司令要出席北平的一个作战会议。那以后呢？没兴趣。还是回答我的问题：空军到底能不能挺过15天？您太乐观了。10天总该没问题吧？还是乐观。以中国国防力不弱之故，报日乃得于24之内侵占我瘠辽之范围。若在于绝交宣战之口实，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，在3日内，悉为敌军所蹂躏。你是说，最多只能挺过3天？是的。混蛋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请长官息怒，志航方才所言，皆是委员长的原话。你造谣！您可以去考察民国21年1月21日的《时事新报》。我问的是你。下官不敢与委员长相悖，不过我可以说一句话：4大队可以集体阵亡，但不会有1个俘虏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要把你这句话作为中国空军的誓言。狗日的，我们在这等你好几天了！你这个畜生，别过来啊！你们会吃亏啊！你问问你妹妹，我有没有动过她1根手指头？小子，今天倒霉了你！走！所有的人都别动！大胆！你的枪是用来打中国人的吗？不能放了这家伙！专门欺负老百姓，算什么本事？是，北平都快丢了，狗日的也不知道害死他。对，把他抓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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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走，给送军营去。好，走，孙马。周主任此次前来，特别指示，
说国家正值危亡之时，若要救国图存，必先整顿军纪。所以本队长今天郑重声明：日后凡贪生怕死、临阵脱逃者，杀无赦；凡手脚不净、中饱私囊者，杀无赦；凡私通敌寇、卖国求荣者，杀无赦；凡散布投降言论、蛊惑军心者，杀无赦。听明白了？明白了。好，报告大队长，胡海文出事了。人在哪儿呢？在大门外。你跟我走。刘志刚，队伍带回。是。向右转，跑步走。怎么回事？乡亲们，出啥事儿了？啊？是谁把我们的国军飞行员伤成这样？人是我砍的，你先问问这畜生，我为什么砍的？畜生，跟我过来！不能放我那人，欺负老百姓！乡亲们，我是这儿最高指挥官，我一定给你们个交代啊！稍安勿躁。我们要说法！我老乡们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这里可是军事禁区？你们这么做，你们知道是什么行为吗？啊，现在是战乱时期。伤得咋样啊？没事，皮外伤。这事儿是不是跟那个戴发箍的姑娘有关系？4天前，我当初你把舌头给我捋直了，是不是把人给动了？动了。来，你们几个把耳机给我戴上。你这叫霸王硬上弓，你知道吗？没，我绝对没干那个事儿。什么没干？那人家怎么着了？啊？我就瞄了几眼。瞄哪儿了？哪个？我去南京之前，你不是答应我了？你别给我扯犊子，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那你没反对我，就是答应我了。那我答应你了啊，我答应你了，那是好吗？但人家那是个姑娘啊。那爷们儿也没啥干的，我看姑娘。你是不是东北人呢？啊，东北人老话讲了，没结婚那叫金奶子，结了婚那叫银奶子，结了婚生了孩子叫狗奶子。那你看看狗奶子不行？那你现在教我有啥用啊？你说咋办？反正你勋章是没了。行，勋章我不要了，那就将功抵过，那这总行吧？哪有你想的那么轻松啊？我跟你说这事儿，在别的大队兴许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在我这儿不行，老子脸酸，翻脸不认人。那不认就不认呗。那我就看见他那个什么金奶子，那还能一枪崩了我呀？周主任刚刚做过训示，啊，战时，不管你触犯哪一条，都要罪加一等。合计合计。铁子，你别吓我，我就看了一个金奶子，能值我一条命吗？啥老乡啊？那行，这么说吧。你看你在禁闭室的时候，我就当着毛总队长的面子，我把杯子都摔了。咋的？拿这个跟我谈条件的？没有，我没跟你谈条件。你想啊，大家都出来混，对不对？总得相互照顾点吧。再说，就算是这么说吧，我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，
我现在早就变成那个什么狗奶子了。你现在是好，你有俩孩子了，我呢？我去看那个，看得我一脸哈喇子，我屁事儿不顶啊！行，那我现在就不以大队长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我以俩孩子的爹跟你说话，啊！要是我闺女让人在大野地里给扒光了，我非把那小子碎尸万段不可。行不行？千万别这样啊，好吗？大爷，妹子，我先给您二位赔个不是啊。乡亲们，事儿我问明白了，你们说想咋办吧？啊？成变，逼他走！我认错。姑娘，各位乡亲，对不起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好不好？按理讲，侮辱民女，那理应重处。但我希望各位啊，念在这小子是初犯，而且咱妹子也没受着皮肉之苦，能不能从轻发落？长官，你听好了，这姑娘年方19，考到上海学校才1年呢。赶上暑假，他妈又病了。可是谁看见这个畜生啊，作孽呀！就为这事儿，这姑娘这2天寻死上吊的。他妈说：“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这可是2条命啊！啊，你身为长官，就这么3言2语把我们打发走了？我绝对没有打发大家伙的意思啊！这样，抽他20军鞭。不行！加10个，再加20。军规不是儿戏，要抽就当着我们大伙的面抽。李桂东，到，去拿军鞭。另外，让全队的人到这集合。是。入列。刚才我在机场说了4个杀无赦，现在我再加1条：日后如果有人侮辱民女，一惩不贷。你给我咬牙挺着。这个是吴海文的故事。以这样的故事开头，我们暂时还想象不出故事会是怎样一个结尾。算真打！出言不逊，再加10鞭，再加50鞭，打死我算了！停！别打！您就是高志航？是我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失敬！这报上的事儿，有他的份吗？有他的份儿。这小子叫吴海文，平日里也算个汉子。他给自己起了个毒誓，不赶走日本人，不守护东北，他就不娶媳妇儿。干犊子玩意儿！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失敬！今天的事儿就到这儿吧。那不行！我们是军人，抗日是本分，功过不能两抵。接着打！是打！队长。哎呀，长官，这我跟起来！我跟孙女
替这个壮士求个情吧！啊！别打他了，他还给了我钱，说要给我妈看病，就饶了他吧。那木汉文，赶紧给乡亲们说声谢谢吧。谢谢乡亲，谢谢公爷。大家伙都回去吧。都散了吧，都散了。谢谢诸位乡亲宽宏大量啊！队长，快！事了，队长怎么办？治伤。走，慢点，快点啊！别动，让下来，别扶。慢点。哎，长官，你稍等啊，嫂子他们回来了。嫂子，长官，哎，跟爸爸讲话来。爸爸回来。行了，你再不回来，有粮都不要你了啊！你不是让家里人给撵出来了吗？咋又回上海了呢？你们这儿连山机场都登报了。我爸说未闻降生家属，我这还没结婚呢就成家属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全家现在接受我这个姑爷了啊？还有，我问你，咱俩咋没结婚呢？我们那叫结婚吗？当晚你就飞走了，我一个人结婚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俩还没洞房呢，是吧？谁让你说这个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得看日本人的。哎，我在上海待了2天，上海到处是兵，吓死我了。是日本兵吗？是国军。我爸说要修工事了。那你爸咋知道的？我们家有厂子，有一个面粉厂，连工人一起都被政府征用了，明调暗保的，地下都被掏空了。我想想啊，有88师、87师，还有36师。那个头叫张志忠。报告长官，住在外面来个老百姓，撵都撵不走，非要见您。你就让他进来。是。这么着啊，你别害怕，过几天呢，我让我妈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这儿有军务啊，我先挂了。不是妹子，咱那事儿不了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今天是来还钱的。我妈说这个钱不能要。这钱是吴海文给你妈治病的，他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不要。不明不白的。那你放这儿，我替你转交给他，行吧？咋的了？这也不行啊？我想亲手转交给他，免得他以后赖账。卫兵，到，把吴海文给叫来。是。这次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，这小子再犯浑，我可管不了了啊。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壶里有水，给人倒杯水喝。坐吧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那个，上次那事儿，对不起，谢谢你能够对我宽宏大量，谢谢。你别害怕，我今天是来还钱的。我妈说了，这个钱不能要。对，给你放这儿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为你挨了那么多鞭子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黎波。李波。不是李波，是黎波，黎明的黎。哦，黎呀，黎波啊。这个名字挺好。再见。
你老刘，老刘，老刘，哎呀嗨，哎，婶儿，这是忙个啥呢？这是您咋来了呢？啊，这个地方多危险呐！这有事儿啊？没啥事儿啊。不是，你生气了吧？上回没让搁家吃饭。哎呀，生啥气？不吃饭，至于生气吗？对，别生你书气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国军，你说你跟皇军呲了尾巴，那人家不削你吗？哎，婶儿啊，啥呀？怎么的？我听说那个小鬼子要跟国军接伙了。真的呀？真的呀？那可不，老大来信了，这回可是真的。那不信里还提你来的。怎么提的啊？那就说那你那时候给他做2双鞋，那穿的可是，鞋都坏了。现在你再给做2双，坏了啊？那个价钱咱好商量。哎呀，这可不老远了吗？我俩谁跟谁呀？是，对不对啊？再说他那不能叫鞋呀，啊，叫啥呀？那得叫战靴。可不是嘛，那啥，这他家地址啊，完你那啥做好了你就给寄去，快点。行，哎，那个，呀妈呀，这都干啥呢？这是？没事。这不前2天那个什么嘛，军火库让人给炸了吗？完了说是山上那些土匪干的，这抓人的。土匪，现土匪人家都叫抗联了。你等我等过去了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哎。皇军好，皇军好，皇军好，开机，辛苦了，开机。上菜啊！快，鸡鸭鱼什么的，给上，快！好。哎，快走！过来，都持ってこい。快点，慢点吃。ほら、肉。ほら、魚もあんだろ。お、はい、乾杯。うまそうだ、これ。うめえ。よしよし，你的良民大大的。皇军的。みんな飲め。よし。哎呀，よし、飲め飲め。来。うまそうですね。おい。飲め。さあ飲むぞ。乾杯。食べろ。乾杯。おい。たくさん飲め。ほら、酒はたっぷりあるぞ。飲め。さあ食べろ。どうしたんだ。おい、どうしたんだ。そうか。おい。うわ！毒が入ってんぞ！おい，止まれ！逃げるんじゃない！止まれ！这个是大老刘的故事。在通化民间的演绎中，这个人被吹呼得神乎其神。其中一个版本说他是东北抗联派到通化的秘密杀手，可以用6种有毒的山蘑菇配制成剧毒食品，专门暗杀日本人。但在通化的抗日正史中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名字。他太不起眼了，就像通化遍地生长的婆婆丁。奶奶，我那个人我知道。留一点。哎，你知道啥呀？我知道他们来过咱们家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千万不能说他来过咱们家，也不能说你认识他，记住没有？为什么？呀，别问为什么了。哎呀，
你奶奶这辈子算是走了眼了，我就以为她是个长破鞋的。你说，她要是块豆腐，也是个水豆腐，捏不起来。这没想到你说扑通一下，她把天捅了个窟窿。哎呀，这人呐，可真没处看去。北平现在在下大暴雨，根本飞不了。你有啥任务不能电话里说呀？这是紧急作战会议，你怎么回来我不管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明天早上8点钟，我要在会场上见到你。这不整人吗？什么情况？他非要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回去，这天怎么回去？大队长啊，机场停了架货运客机，说飞上海的，